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感人的两岸婚恋故事。一个来自哈尔滨的女孩子远嫁台湾，却因为公公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。之前我接待过不少两岸相亲的案例，但这个故事真的让我印象深刻。现在我就来给大家慢慢道来。阿雪是个典型的东北姑娘，今年26岁，出生在黑龙江林区的一个小镇上，五官立体，肤白貌美，性格直爽豪放。可惜的是，她的家庭环境非常不好。她父亲是个伐木工人，常年酗酒，对她母亲家暴。阿雪14岁那年，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环境，跟着母亲一起逃离了原生家庭，投靠了远房亲戚。我家那个情况，就跟生活在地狱里一样。第一次见到阿雪的时候，她对我这样说道：每天晚上耳边都是酒瓶砸墙的声音和妈妈的哭喊声，我都不敢睡觉，怕爸爸一个发疯会拿斧头把我们娘俩都砍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阿雪的眼里满是泪水。那次逃离后，阿雪和妈妈在亲戚家借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妈妈找了个小工作，省吃俭用的把阿雪养大。阿雪也非常争气，考上了哈尔滨的一所大学，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。大学毕业后，她在一家旅行社工作，因为性格开朗，长相甜美，工作能力也强，很受客户喜欢。我那时候接待过几个台湾来的旅行团，觉得台湾人说话都好温柔，礼貌又有礼貌，跟我们东北人的性格差别好大。阿雪笑着说，尤其是他们说话的语调，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，软软的，听着特别舒服。正是因为这份好感，当我跟阿雪提起有个台湾男孩子对她有意思的时候，阿雪没有第一时间拒绝。这个台湾男孩叫阿正，今年28岁，家住台北市郊区，家里开了一家小有规模的五金店，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。阿正是通过我们婚恋平台看到阿雪的照片后非常心动，立马联系了我，希望能和阿雪认识。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被她灿烂的笑容吸引了。阿正视频连线的时候对我说，他像冬日里的一束阳光，温暖又明亮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阿正从小在台湾长大，家庭环境非常好，父母恩爱，家教严格。阿正大学毕业后就接手了家里的生意，把五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。他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，但是为人踏实靠谱，而且特别孝顺。我把阿正的情况告诉了阿雪，并且建议他们可以先视频聊聊。结果没想到，这一聊就是大半年。阿雪被阿正的真诚和体贴打动了，而阿正则被阿雪的开朗大方所吸引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他每次跟我视频的时候，总是会提前准备好笔记本，记录我说的每一个喜好。阿雪兴奋地告诉我，有一次我随口说喜欢某个台湾小吃，下次视频他就买来给我看，说等我去台湾了要带我去吃。半年后，阿正专程飞到哈尔滨见阿雪，还见了阿雪的妈妈。阿雪妈妈起初对这门亲事持保留态度，毕竟台湾离黑龙江太远了，而且有些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早以前，觉得台湾不如大陆发达。我妈担心我嫁过去会受苦。阿雪苦笑道，毕竟在很多东北人的印象里，台湾就是个小岛，可能还停留在70、80年代的发展水平。但阿正的诚意打动了阿雪妈妈，她不仅带来了精心准备的礼物，还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家庭背景、事业状况，并真诚地表示会好好照顾阿雪。阿姨，我知道您担心，但我向您保证，我一定会对阿雪好。阿正认真地说，我们台湾现在生活条件很好，我家虽然不是很富裕，但绝对能让阿雪过上舒适的生活，而且我父母都是开明的人，不会像您想象的那样为难阿雪。在得到阿雪妈妈的认可后，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恋爱期间，阿正几乎每2个月就会飞到哈尔滨看阿雪，有一次甚至在哈尔滨待了半个月，陪阿雪过农历新年。那次他穿着羽绒服，站在零下30多度的雪地里陪我放烟花，冻得鼻子通红，还不肯进屋。阿雪笑着回忆，那时候我就想，这辈子非他不嫁了。交往1年后，阿正向阿雪求婚了。求婚的场景很简单，但很温馨。阿正带阿雪去了他们第一次在哈尔滨约会的地方——中央大街，在俄罗斯风情的建筑前单膝跪地，掏出一枚钻戒。雪儿，虽然我们相隔两岸，但我的心早已跨越海峡到达你身边。
嫁给我好吗？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好好珍惜你。阿雪哭着点了点头，周围的路人都送上了祝福的掌声。就这样，两人决定结婚，婚礼定在台北举行，阿雪妈妈也会一起去台湾参加婚礼。然而，结婚前，阿雪的内心其实很忐忑，她担心自己无法适应台湾的生活，担心融不进阿正的家庭，更担心会被台湾的公婆看不起。毕竟在她的认知里，大陆人嫁到台湾，常常会被当作乡下来的穷亲戚。我虽然爱阿正，但我不想被当成大陆妹看不起。阿雪忧心忡忡地对我说，我听说有些台湾人对大陆人有偏见，尤其是婆婆对媳妇更是挑剔。我理解阿雪的担忧，但也告诉她，现在两岸交流频繁，很多刻板印象已经在慢慢改变，而且阿正的家庭看起来都很开明，应该不会有她想象的那么糟糕。带着这样的忐忑心情，阿雪踏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。阿雪到达台北的那天，天气晴朗，阿正和他的父母早早的在机场等候。第一次见到未来的公婆，阿雪紧张的手心冒汗。阿正的父亲是个60多岁的和蔼老人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。母亲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，穿着整洁得体，一见到阿雪就热情地拉住她的手。雪儿啊，终于见到你了。阿正常常在视频里给我们看你的照片，果然比照片上还漂亮。阿正妈妈亲切地说道。谢谢阿姨，您过奖了。阿雪腼腆地回应，别叫阿姨，叫妈妈。阿正妈妈笑着说，你都要嫁给阿正了，就是我们家的人了。阿雪惊讶地看着未来的婆婆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她原本以为台湾婆婆会很传统古板，没想到这么开明。阿正爸爸也和蔼地说，欢迎你来到台湾，不要紧张，把这里当自己家就好。从机场回到阿正家，阿雪更是惊讶。阿正家住在台北市郊一栋3层的独栋别墅里，装修精致又温馨，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，还有一个小鱼池。这就是你们家？阿雪惊讶地问阿正。对呀，怎么了？阿正不解地看着他，我以为台湾的房子都很小，像香港那样的鸽子笼。阿雪不好意思地说。阿正和他的父母都笑了起来。雪儿啊，你这是听谁说的呀？阿正爸爸笑道，我们台湾现在发展得很好啦，虽然台北市区的房子确实比较贵，所以很多年轻人买不起大房子，但我们住在郊区，房价相对便宜多了。阿雪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对台湾的认知还停留在很多年前。阿正妈妈带着阿雪参观了整个房子，特意给她看了阿正精心布置的婚房，房间宽敞明亮，家具都是新买的，床上还铺着喜庆的红色床单。这些都是阿正亲自挑的。阿正妈妈 proudly 笑着说，她说要给你一个温馨的家。阿雪感动得眼眶湿润，她没想到阿正和他的家人会如此用心地迎接她的到来。晚上，阿正妈妈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欢迎阿雪。台式料理色香味俱全，有红烧排骨、三杯鸡、炒空心菜、蚵仔煎等等。来，雪儿，尝尝这个三杯鸡，这是我的拿手菜。阿正妈妈热情地给阿雪夹菜，阿雪尝了一口，惊讶地发现台湾菜和东北菜的口味差别很大。东北菜大多口味重，分量足，而台湾菜则清淡许多，但很鲜美，好好吃。阿雪真诚地赞美道：“阿姨，啊不，妈妈，您的厨艺太棒了，你喜欢就好。”阿正妈妈高兴地说：“以后我可以教你做台湾菜，你也可以教我做东北菜。我很想尝尝你们那里的饺子和锅包肉。”饭桌上，阿正一家人热情地询问阿雪在哈尔滨的生活，对黑龙江的冰雪文化充满好奇。阿雪也放开了些，讲起了冰灯、雪雕和东北的各种风土人情。哇，零下30多度，那得多冷啊！阿正爸爸惊叹道：“台湾冬天最冷也就10几度，我们都受不了了。”阿雪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我们那里的冬天很长很冷，但也很美。冬天的雪特别厚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，特别舒服。改天我们也要去哈尔滨看看。”阿正妈妈兴致勃勃地说。第一天的相处让阿雪感到意外的温暖和亲切，她原本紧绷的神经也渐渐放松下来。然而第二天开始，阿雪还是感受到了一些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应。首先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，台湾人很注重垃圾分类，一个垃圾要分成好几类才能丢，而在东北，
这方面的要求就没那么严格。阿雪第一次丢垃圾就搞错了，把厨余垃圾和一般垃圾混在一起，被阿正妈妈好心提醒。在台湾，我们很重视环保，阿正妈妈耐心地教导阿雪，垃圾要分类，这样才能更好地回收利用。阿雪虽然嘴上应着，但心里还是有点不适应。在哈尔滨，她从来没这么仔细地分过垃圾。其次是饮食习惯的差异，台湾饭菜普遍偏甜，而东北菜则偏咸香。阿雪尝试着适应台式料理，但总觉得不够味。早餐更是完全不同，台湾人喜欢吃豆浆配油条或三明治，而阿雪习惯了东北的大饼卷大葱、猪血肠粉之类的重口味早餐。这边的早餐真是太精致了。阿雪看着面前精致的三明治和豆浆，勉强夸赞道：“你不喜欢吗？”阿正察觉到了阿雪的勉强，不是不喜欢，就是不太习惯。阿雪实话实说，我们东北人早上吃的比较多，这样才有力气工作一上午啊。阿正笑了笑，说：“那我明天带你去吃台湾的大肠面线，保证你喜欢。”阿雪勉强点点头，心想台湾的大肠面线怎么可能比得上东北的猪血肠粉呢？除了这些生活习惯上的差异，更让阿雪不适应的是台湾人说话的方式。东北人说话直接爽快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台湾人则委婉含蓄，经常绕着弯子说话。有一次，阿雪穿了一条她自认为很漂亮的亮片短裙，准备出门。阿正妈妈看了看，没有直接评价，而是说：“今天好像有点冷，你会不会着凉啊？”阿雪没听出弦外之音，还自信地回答：“不会啊，我东北人抗冷。”结果出门后，阿正才告诉她，妈妈其实是觉得那条裙子太短太花哨了，不太适合去拜访长辈。那她为什么不直接说呢？阿雪不解地问。台湾人就是这样，不喜欢直接批评别人，怕伤了和气。阿正解释道。这样的文化差异让阿雪感到沮丧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真正融入台湾的生活。婚礼前的准备工作更是让阿雪焦虑不已。台湾的婚礼习俗和东北的大不相同，东北婚礼讲究热闹奢华，恨不得让全镇的人都知道，而台湾婚礼则更注重仪式感和亲友间的交流。阿正家准备的是传统的台式婚礼，要拜天地、拜祖先，还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。阿雪完全搞不懂这些仪式的含义，只能机械地跟着阿正的指示做。为什么要拜这么多次？阿雪疑惑地问阿正。这是我们的传统，代表对长辈和祖先的尊敬。阿正耐心地解释。阿雪虽然点头，但心里还是觉得这些仪式太繁琐，不如东北婚礼那样直接热闹来得痛快。婚前1周，阿雪妈妈也从哈尔滨来到了台湾。见到女儿，阿雪妈妈明显感受到了她的不安和焦虑。怎么了，女儿？是不是不适应这里的生活？阿雪妈妈关切地问。阿雪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妈，这里的生活太不一样了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一样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做不好。阿雪妈妈安慰她，适应需要时间，慢慢来。阿正一家人对你不好吗？他们人都很好，很热情，但我就是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阿雪擦着眼泪说，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决定。我看阿正是个好孩子，他的父母也很和善，你要给自己一些时间适应。阿雪妈妈拍着女儿的肩膀说。阿雪勉强点点头，但心里的不安并没有消散。随着婚礼的临近，阿雪的压力越来越大。她不仅要应付复杂的婚礼流程，还要面对前来祝贺的亲友们的各种提问和打量。婚礼当天，阿雪穿上了精美的白色婚纱，阿正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两人在众人的祝福中完成了婚礼仪式。表面上一切都很完美，但只有阿雪自己知道，她的心里有多么忐忑不安。婚礼结束后，阿雪妈妈不得不回哈尔滨去了。送走妈妈那天，阿雪在机场哭得像个泪人，仿佛自己最后的依靠也离开了。妈，我想跟你一起回去。阿雪哽咽着说。傻孩子，你现在是阿正的妻子了，你的家在这里。阿雪妈妈抚摸着女儿的头发，给自己一些时间，会好起来的。送走妈妈后，阿雪的心情跌到了谷底。虽然阿正和公婆都对她很好，但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感让她总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我只想逃回大陆。
阿雪在浴室里偷偷哭泣时，这个念头在她脑海中愈发强烈。婚后的第1周，阿雪的情绪越来越低落，她开始怀念哈尔滨的一切，那里熟悉的街道、爽口的美食、直来直去的交流方式，甚至是刺骨的寒冷，都让她无比思念。阿正察觉到了妻子的异常，但每次询问，阿雪都只是摇头说没事。他知道妻子在努力适应，也给予了足够的空间和时间。直到婚后第7天的那个晚上，一件小事彻底击垮了阿雪的防线。那天晚上，阿雪尝试做了一道家乡的锅包肉，想给阿正和公婆一个惊喜。她费了好大劲才找齐所有材料，花了1下午时间精心准备，终于做出了一盘色香味俱全的锅包肉。来尝尝我家乡的名菜。阿雪 proudly 地端上餐桌，阿正和妈妈都赞不绝口，但阿正爸爸只尝了一口就放下了筷子。怎么了，爸，不合胃口吗？阿雪忐忑地问。哦，没事，就是觉得有点油腻。阿正爸爸礼貌地笑笑，但明显没有在夹菜的意思。这句看似普通的评价，却如同一把利剑刺穿了阿雪的心。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最拿手的家乡菜在公公眼里竟然只是油腻的食物。一瞬间，所有的委屈和不适应全涌了上来。对不起，我有点不舒服。阿雪放下筷子，红着眼眶跑回了房间。她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，打开水龙头，任凭眼泪肆意流淌。她掏出手机，颤抖着手指拨通了妈妈的电话。妈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想回家。阿雪抽泣着说，我在这里什么都不对，连做菜都做不好，我就是个外人，永远融不进去。女儿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妈妈安慰道，新环境都需要时间适应，不是这样的。妈，阿雪哭得更厉害了，我跟这里格格不入。公公嫌我做的菜油腻，我知道他们嘴上不说，但肯定觉得我粗俗，没教养。电话那头，妈妈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，你跟阿正好好谈谈，他是爱你的，会理解你的。挂断电话后，阿雪蜷缩在浴缸边上，感到无比孤独和无助。就在这时，浴室门被轻轻敲响，雪儿，开门好吗？是阿正的声音。阿雪擦干眼泪，打开了门。阿正看到妻子红肿的眼睛，心疼地把她拥入怀中。对不起，是爸爸说错话了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习惯了清淡的饮食。阿正轻抚着阿雪的后背，你的锅包肉真的很好吃。阿雪摇摇头，不是这个问题。阿正，我觉得我永远都融不进你们的生活，我太不一样了，说话方式不一样，生活习惯不一样，我在这里就像个异类。阿正深深叹了口气，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两岸确实有很多不同，但这些不同不是问题，而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。给自己一些时间，好吗？阿雪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，但心里她已经下定决心，如果再适应不了，就要回哈尔滨去。第二天早上，阿雪起得很晚，当她走下楼时，发现公婆和阿正已经在餐桌前等她了。早啊，雪儿。阿正妈妈亲切地打招呼，来吃早餐了。阿雪惊讶地看着桌上的食物，居然是热腾腾的肉包子和粥，这可不是台湾人常吃的早餐。这是阿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让妈妈试着做了东北式的早餐。阿正笑着说，虽然可能不太正宗，但总比三明治有力气吧。阿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她看向阿正爸爸，发现公公正笑眯眯地看着她。雪儿啊，来尝尝看我们的手艺。阿正爸爸亲切地说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让阿雪永生难忘的话，家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地方。你不需要变成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学习你的好。这句话如同一道亮光照进阿雪阴霾的心房，她突然明白，融入不是单方面的歉疚和改变，而是双方的理解和包容。阿雪含着眼泪尝了一口肉包子，虽然馅料的味道和哈尔滨的不太一样，但那份温暖和用心却是一样的。好吃，阿雪真诚地说，谢谢爸妈。那就好，阿正爸爸高兴地说，对了，我和你妈妈商量了一下，想请你教我们做一些东北菜。你昨天那个锅包肉其实很好吃，就是我这把老骨头受不了太油腻的东西了，我的错。阿雪惊讶地看着公公，没想到他会这样直接地承认错误和道歉。我很乐意教你们。阿雪激动地说，我可以做一些清淡版的东北菜，既保留原汁原味，又适合您的口味。那太好了。
阿正妈妈拍手说道，我们也可以教你做一些台湾菜，这样我们家的菜谱就更丰富了。从那天起，阿雪的心结开始慢慢解开，她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格格不入的外人，而是家庭中重要的一份子，可以为这个家带来新的色彩和活力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阿雪和公婆一起下厨，教他们做东北菜，也学习做台湾菜。她发现，当自己放下偏见，真心去了解台湾文化时，这里的一切都变得亲切而有趣。阿正爸爸特别喜欢阿雪改良版的锅包肉，用少油烹饪，酸甜适中，不那么油腻。阿正妈妈则爱上了阿雪教她做的东北大饺子，每次都会偷偷多包一些冻起来。同时，阿雪也渐渐爱上了台湾的生活方式。她发现台湾人的礼貌和含蓄并非做作，而是一种尊重他人的表现。台湾的垃圾分类虽然繁琐，但确实更环保，而台湾美食的精致和讲究也有它独特的魅力。最让阿雪惊喜的是，发现台湾社会的发达程度远超她的想象。通过阿正的介绍，她看到了台湾繁荣的商业区、先进的医疗系统、便捷的交通网络，以及人们高质量的生活水平。我之前真是太无知了，阿雪感叹道，总以为台湾比不上大陆发达，结果在很多方面，台湾的发展水平其实更高，两岸各有所长。阿正笑着说，大陆发展速度快，新技术应用广泛，台湾则注重生活品质和人文关怀，我们可以取长补短，不是吗？阿雪点点头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她开始理解，真正的包容不是忽视差异，而是尊重差异，并从中学习。婚后1个月，阿雪已经能基本适应台湾的生活了。她开始在附近的旅行社找兼职工作，带一些大陆游客团队，因为她了解两岸文化，能够很好的为游客解释台湾的风土人情。很快就受到了旅行社的重视，你简直是我们的宝贝。旅行社老板赞不绝口，会说普通话又懂台湾文化，游客们都特别喜欢你。阿雪的工作带来了不少额外收入，让她有了经济上的自信。每次拿到薪水，她都会给妈妈买些礼物寄回哈尔滨，也会给公婆和阿正添置一些家里需要的东西。你不用这样的，阿正心疼地说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。我知道，但我想靠自己的能力为这个家做贡献。阿雪自豪地说，这让我感觉自己是这个家的一部分。阿正深情地看着妻子，为她的独立和坚强感到骄傲。